Hello， 大家好，这里是大叔，今天给大家带来红白机平台的动作游戏《鬼屋冒险》。游戏的一开场就是一个小寡妇哭坟啊，结果主人公被雷劈了一下就醒了。随后旁边的坟墓里出现了一只南瓜怪，把女主抓走了。这样的话，主人公去营救。主人公这个造型，戴着一个石面具，拿着一把斧子，这其实就是《腐蚀之屋》里边瑞克的造型，但是现在非常的卡通化。游戏的长度一共是7关，这里是第一关墓地。这个地方遇到了第一个 BOSS， 你首先要等着僵尸跳一段舞，但是这段舞的时间比较长，所以中间我剪掉了一块，它也不过就是在舞台上来回移动。注意僵尸本体的攻击，咱们清理下方的小怪就可以了。清理几只之后，这里自动就过了。屏幕上方有一个计数，咱们打到了之后会增加人物血量的上限。开场的话应该是4滴血，但是后面能够打到10多滴血。所以这款游戏还有一定的成长元素。我说的成长指的是主人公的能力的上升啊，并不是那个成长。这个大家要分得清楚啊。当然啦，像我这么正直的人啊，说的成长肯定就是字面意义的成长，而不是其他方面的成长。这个地方打一些闹鬼的家具，主要就是图书。捡到了一个汉堡。这款游戏的回血道具有糖果，还有汉堡之类的，汉堡加的多一点。这里是第一关的 BOSS， 这个头打下来之后，你就把它堵在角落，不要让它再飞了。这样的话能够达到一个速攻的效果。第二关是污水池，这里的怪是鬼手。其实这个怪让我想起了重装机兵，在拿8号战车的工厂里边就有类似的怪，只不过它是藏在箱子里边，给的经验值不少。这里的敌人主要就是烤箱里边扔出来的鸡，还有这2把刀。整体的 BOSS 战难度都不高，包括最终 BOSS， 但有一个 BOSS 虽然只有1滴血，却非常难对付。一会儿咱们就能看见它。掉血的话也不要慌，有的时候你打着打着，你的技术够了，自动就回血了。而且这款游戏的爆出回血道具的几率也很高。
水里的移动速度毕竟比较慢，有可能的话尽量在台阶上走。这里的 BOSS 是一只超大的老鼠，关键是这里有场地的效果，它是不断的把你向后吹的。如果你发出攻击，你就会被吹走。BOSS 只有1滴血，但是这个风的效果是非常强的。如果你被小老鼠咬到，几乎一下就把你又推回到屏幕的左侧，并且你平 A 的话，移动也会受到影响。第3关鬼阵，每关开始的时候都会给一个数字，一共是4位数，它就是接关的密码。所以从第2关开始都会给的。这里就是要打这些电锯，又是打到一定的数量就可以过这个版面。BOSS 战，这里本来我是想歪了呀，我还以为这是一个手术台。旁边的罐子里可能装的是硅胶，结果这里出现了不少怪物，看起来是蜘蛛，但是这个数量有点太夸张了。咱们平 A 的判定还是很强的，它的攻击范围特别大。上面技术的最大值已经涨到40了。这个妹子竟然醒了。本作发售的时间是1989年，距离现在34年了。本作的初代1988年发售于街机平台。原本南梦宫是想把街机的版本移植到红白机平台，但是由于其血腥的恐怖画面没能过审，主要是没能过任天堂的审查，所以没办法就做了一个 Q 版。在剧情上，本作的设定是初代的前传。我可以给大家剧透一下，整个游戏的流程都是在拍电影。女主就是珍妮弗，但是这个人设和腐蚀之屋的设定有点冲突。因为原本瑞克和珍妮弗是心理学的学生啊，不是演员。这款游戏虽然发售的年份非常早，但它还是做了2个分支，不应该说是2个，应该说是2个影响到结局的分支。因为其中还有一些隐藏的，可能大家注意不到的一些房间。这里打的这个 BOSS 看样子是人类和苍蝇的合体。等它向下飞扑的时候，就可以跳起来 A 它。
这让我想起《忍者神龟》里边的苍蝇男。这里我要进第一个分支，就是进这台机器。进来之后，来到了11区，一看就是一个和风的城堡。这里要进中间的门。这种散怪的11区风格也非常的明显。咱们进这2个分支的主要目的是拿到2个水晶，每拿到1个水晶，结局画面就会多出一段。刚才这个娃娃应该是机械的，后面有发条。如果大家玩过《泰格立志传4》的话，里边学茶艺的那个小游戏，就是要操作刚才的这个小机器娃娃。这里有平城歌姬给咱们唱跳一段。走这个分支是没有 BOSS 战的，唱跳完事之后，自然会把水晶给咱们。这就是拿到了1个。第4关钻石湖。本作的很多场景都是腐蚀之屋的名场景。捡到了一把枪，毕竟是红白机平台的游戏，道具的数量非常少。刚才湖里面好像有2条腿，或者是本来制作组想表现的是树枝，但是这个分辨率啊，实在是容易让人看错。枪的攻击范围非常广，子弹的数量是10发。讲道理，湖里面怎么会有鲨鱼？咸水湖啊，你搞几条鳄鱼也算是对得起大家了。躲避的时机就是鲨鱼的背鳍消失在屏幕上的时候，咱们就可以跳了。这里是一场 BOSS 战，这个 BOSS 也不知道是什么怪。先是一个5项的飞行道具，然后是向下的刺激，但是向下这一下不是指向性的。第5关，来到了钻石营地。不知道为什么野地里边放着汉堡啊？游戏当中的很多补血道具你都说不通的，无所谓了。不要在游戏里边追求真实。这个地方要快点往前走，水面是不断上升的。现在见到的这个是整个游戏当中我最讨厌的怪。打也不是，不打也不是啊！打一下之后，它就会变成其他的形态，然后满屏幕的跑。
而且这个怪出来之后，往往不是一只。游戏被打了之后的无敌时间又超短，所以很容易碰到了几只，你的半条血就没有了。这个地方我就直接拼了一滴血跳过去了。BOSS 战，这个小孩应该是狼人。狼人发射飞行道具之前，他身体发出来的光也是有碰撞判定的。这个 BOSS 的难度还是有一些。这就打完了。第6关的目的是爬山，因为山上有着本作的最终战场——地狱屋，或者说地狱之家，也可以说是闹鬼的房子。本关最值得一提的是它的接关密码4090。4090啊，好想要啊！我现在还用着1070钛，用了5年了。这台电脑服役了5年，目前为止一切运行正常啊。我手里的数码产品寿命都很长。上一台在公司的笔记本用了11年，一般的手机也要用3到4年。而且我的手机都是千元机啊，不是什么特别贵的手机。因为无论电脑还是手机，现在的问题就是性能过剩。在不玩手游的情况下，不够用了呀。这里我走的就是一个拿水晶的分支路线，另外一个正常的路线就是被刚才从你后面接近那个人给抓住，这样的话他会把你塞到怪物的嘴巴里。但是如果你快一点跑，跑到了这扇门里边，就可以来拿第2个水晶。有很多地板是假的，如果踩空的话，就回到了金字塔之外。这个角色可能是克里奥帕特拉，埃及艳后，他会给咱们第2个水晶。但是他扭的这一段我恐怕顶不住啊，原版扭的时间是很长的，可能有20秒左右，这里我就剪掉了一段。拿到了第2个水晶，这样的话咱们就可以看2段后面的剧情了。本关前面应该还有一处隐藏，就在这儿，左边这里是一个卫生间，这也是可以进的。进来之后就可以看到一个皮揣子，把这个马桶给疏通了一下，里面出来很多小怪，这个地方就相当于一个奖励关吧，可以让咱们积攒一下打怪的数量。卫生间是可进可不进的。我的怪物数量应该是打满了。
这样的话，血量最大值满了是16，开场只有4滴血，长成了原来的4倍啊！这里就是最终 BOSS 战了，要打这个南瓜怪。我记得冒险岛系列最后是打一个茄子怪啊。BOSS 就这么2种攻击方式，吐小南瓜，还有就是全屏的乱跑。其实咱们的血量太多了，和他换血就可以。你把这款游戏玩成回合制 ，BOSS 也是 A 不过你的。大概要打个8、9下吧。比一般的 BOSS 抗打。他移动的速度太快了，所以我就懒得躲了呀。你想动的话就你动吧，我就不动了。反而是省了力气。当然，偶尔也要动一下，不然的话进行不下去。所以咱们就等机会。一会儿通关之后，正常的流程打下来，咱们会发现这是一个拍电影的片场，导演还夸瑞克演得不错。但如果你拿到了1枚水晶，后面会出现瑞克和珍妮弗在一起非常幸福的镜头。如果你拿到了2个水晶的话，那后面会再多一段剧情。这个剧情就和腐蚀之物的初代接上了，说的就是瑞克还有珍妮弗来到了维斯特博士的别墅。另外，这里瑞克把面具摘下来之后，这个面具就活过来了。这也是在游戏的剧情背景上，面具最早出场。那好吧，这样一款红白机平台的《鬼屋冒险》就给大家录制到这儿，感谢大家收看，咱们下个游戏再见。